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，叫做 Le Mori， 是一家法餐厅。预订方式呢是打电话或者网络预订都行，包间定金呢是每个人200块钱，4个人起订。不过也可以2个人坐4个人的包间，不过定金还是800。3台的话，定金每个人50块钱。这家餐厅呢，在北京亮马桥附近的盛福大厦1层。这个盛福大厦好像就是一个写字楼，从这个大厦外面看，真的完全想象不到，就这里边还能有一个高档的法餐厅。一进写字楼的右手边呢，是一个红色的小门，通过走廊往里走，就能看到这个餐厅的名字了。一进餐厅呢，是一个转角的酒柜，正对的是一个大型的 LED 装饰，散发出类似海洋一样的蓝光，跟大厅布置的暖色正好形成反差。餐厅整体空间其实并不大，收费的话呢，他家这个菜可以单点啊，也有2档套餐，一个是1899块钱一位，还一个是2599元一位，服务费包含在餐费里边了。我们这次选的呢是2599元的套餐，然后酒单的话，根据你选的套餐，它价格也不一样。你选便宜的套餐，它就配7款酒，每位呢是999元。你要是选贵的这个套餐呢，它是配9款酒啊，每位是1999元。好啊，进入正题，首先就是开胃小吃。左上角的呢是黑色墨鱼汁空气面包配红脚虾和这个孜然辣椒酱，最下边这黑色的就是它这空气面包啊，然后中间是虾肉，点缀的酱，上面这酱弄得跟小樱桃似的，因为它下边这空气面包弄的是脆脆的口感，然后配合上这个虾肉软弹，整体层次还是挺分明的，味道也不错。然后就是右上角的这个，它底壳呢是个酥皮塔，然后里边红色的部分呀是蓝心江鱼的翅身给剁成了肉泥，上面盖了一层这个透明状的呢是煎鱼出汁的啫喱，然后这一圈绿色叶子是西芹叶和这个红火苗，据说里边还搭配了地中芥末和普宁豆酱，同样的层次分明。然后就是最下面的这个法式脆皮油封鸡翅，上面这个菜呢是用苦菊嫩芽做的沙拉，同时还搭配了他们家自制的烧烤酸甜酱，这个当时给我的印象还挺深刻，可能是他们家烧烤酱的缘故啊，显得这个鸡肉烟熏味特别的足，口感也不错，虽然很嫩，但同时还带有嚼劲。吃完开胃小吃呢，又上了2款面包，一种是带干果的全麦面包，上面的这个呢是小法棍状的黑麦面包，然后搭配了3种风味黄油，绿色的是罗勒味的，红色的呢是番茄味的，白色的是原味的，这红色跟果蛋皮似的啊。罗勒味的我蘸了一下，味道不是很浓郁，一般。红色番茄味还挺好吃的啊，原味的就不说了，就是普通黄油味。接下来可以算正式的第一道菜，帝王蟹沙拉。黑色的外壳呢是黄杏竹炭脆卷，上面搭配的是卡曼橘美乃滋，还有酸奶酱，据说还有一点青芥在里边，但我当时并没有试出来。然后最上面点缀的鱼子酱呢是俄罗斯15年的大石黄，算是非常高级的鱼子酱，最里边包裹的就是帝王蟹肉。这道菜给我的印象也是外脆里嫩，酥脆的外壳搭配里边的蟹肉，鲜咸的同时再配上鱼子酱的咸鲜，一口吃进嘴里特别满足。接下来这道呢是炭烤的朝鲜扇贝，搭配这个火腿高汤。扇贝选用的呢是5年生长期的扇贝，个头很大，下边搭配的呢是陈年的金华火腿高汤。配菜很有意思，是3种不同的花菜，有宝塔花菜、西兰花还有花椰菜，感觉口感就是西兰花给剁碎了的口感，粒粒分明，清脆可口。这大扇贝上面呢还搭了一点这个香菜苗和西兰花泥。这扇贝你别看它个头大啊，吃进嘴里它紧实的同时又很细腻，特别的嫩，再搭配火腿汤更是凸显它这个扇贝的鲜味，这个整体也还不错。接下来呢是陆杰鸭肝卷，它这个鸭肝呢两侧用着这个黑加仑果汁脆壳包裹着，然后上面这一圈白色的小花呢是可食用的蕾丝花，单独食用的话这个花有点微苦，但是跟整道菜一起吃特别的搭，因为鸭肝的口感呢细腻同时还是稍微有一点腻的，但是搭配上这一层蕾丝花，再加上底部呢有少许的这个酸梅果酱，果香浓郁的同时又起到非常解腻的作用，整体给我感觉非常不错。下面一道菜呢是用黄油慢煮的法国布列塔尼蓝龙虾。这道菜的出品呢，跟我之前吃的瑞菲尔他家的招牌菜法国蓝龙非常的像。汤汁呢是用各种香料和虾脑熬制而成的，然后旁边的配菜呢还有炭烤的彩椒条和这个枪鱿鱼条，虾肉的口感呢刚刚好，整体味道浓郁鲜香的同时呢，还带一丝奶香。下面一道呢是清汤蒸的陈年八头黄花椒，上面点缀了一些这个达氏黄的鱼子酱，最上面绿色这细丝呢是柠檬叶，然后下面搭配的这个汤汁啊，说是用竹橙香槟做的，微酸很鲜，但是这个黄花椒啊
几乎没有任何的味道，只有粘糯的口感。尽管搭配上酱汁儿，还有鱼子酱的咸鲜，它吃进嘴里依然味道特别的淡。这道菜给我的感觉就特别一般了。接下来一道呢是鸡油蒸东海大黄鱼，上面配的这个是朝鲜黄海胆，下边这个泡沫状的呢使用的是黄鱼肉和鱼骨，还有白酱油熬制成的黄鱼高汤。这道菜给我感觉特别漂亮，看着非常有食欲。最点睛之笔的就是夹在这个中间的黄鱼肉松，海胆和鱼肉都是软的，但这个肉松是酥的，特别的酥，香味独特，将整体口感直接拉升了一个档次，好吃。接下来呢是橙花蜜慢烤干式熟成7天的苏北鸽胸，像这种油封炭烤的禽肉，在这个法国也算是特别经典的菜品了。因为他家这鸽胸肉呢，经过7天的干式熟成，再加上采用的是橙花蜜慢烤，使得它这个肉香味特别的浓郁。鸽腿烤的呢也是外酥里嫩，搭配的酱汁啊是黑醋柑橘汁，有一丝微酸，上面撒了一些这个大兴安岭榛子碎。本来它这个干式熟成完了之后呢，其实就有一点榛果香，再搭上这个榛子碎呢就更香了。配菜的话呢有西梅，还有这个甜酱油烤的五蓉。上一道菜在我心里是全场最佳，然后这个鸽胸呢，据屌爸子说是他心里的今天全场最佳。最后一道主菜呢是澳洲 M9 家的和牛西冷，经过了3天的干式熟成，上面的配菜呢有这个西洋菜呀、芦笋片，最下边是黑胡椒牛骨汁儿以及这个青街甜豆泥儿。说实话，当时这个已经是9杯葡萄汁混在一起了，记不清具体什么味儿了。这个牛肉呢上来的时候已经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了，吃起来非常方便，但没有给我留下过多深刻的印象。接下来就是甜品环节，第一个呢是清口胡萝卜沙棘雪扒，下面搭配的呢是乌龙茶慕斯以及这个海苔抹茶粉。这个作为餐后解腻用的小甜品，当时给我的感觉还挺深刻的。沙棘的酸甜味呢，配合上一点这个胡萝卜的甜味，整体调味合适。这道甜品我觉得只有特别讨厌胡萝卜的人才会记结。第二道甜品呢是法芙娜巧克力口味的舒芙蕾，上桌后呢它也有一个2次加热的过程，非常有仪式感。它这个点燃后2分钟呢自己就熄灭了。这个2次加热呢并不是花里胡哨，确实是能增加焦香的这个味道，并且加强这个巧克力的香气。蓬松的舒芙蕾口感挺好的，加热还冒热气，吃起来很爽。然后另外配这4个小甜品呢，我这吃了一口就放下了，这4个都特别的甜，对我个人而言呢有点难以接受。最后呢就是评分环节，环境的话4星，里边整体装修的不错，很有格调，但因为坐落在这个写字楼里，我感觉如果没有熟人介绍的话，真的很难发现这家餐厅。服务的话呢4星半，基本上是有求必应。因为前面花椒那道菜我觉得口味淡嘛，跟服务员提了一嘴，服务员特别主动的就问我需不需要免费更换另一个菜品，给我的感觉特别舒服。食材的话呢也是4星，因为这家店明显的给我感觉到它不会无脑的用昂贵的食材去堆砌，而是根据每道菜不同的菜品，然后选择合适的食材。出品的话呢，因为没有味道的花椒，还有后边齁甜的甜品，本来想给3星半的，但是一想呢，他家这个摆盘啊，还有那个鸭肝上面的小蕾丝花，给我感觉印象都特别深刻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给个4星的。性价比的话呢，因为我点了酒水，相当于人均4600了，真的感觉就那么回事儿，纯属吃了个氛围，对我个人而言是3星半。最后做总结的话呢，就是这家店给我的感觉呀，其实就是中规中矩，小两口过来吃个情调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但是如果纯粹追求美食的话呢，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关注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